怎么感觉做个菜比近身战还要考验身手？唉，总算打出魔猎厨房的完美结局了。我觉得这游戏不应该叫魔猎厨房，应该叫魔人厨房。也不完全靠运气吧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。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吃一顿，好好庆祝下。你想吃什么？啊，你想参加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试试吧。好像糊了。不应该啊，我明明是按照游戏里附带的美食攻略来做的。拌好酱料后，将米饭炒到焦褐色，应该能激发食物本身的香味才对啊。没事。唉，得重新买食材了。大概是被烟熏到了，没事，我去冲一下。好多了，可能是我手上还沾着洋葱汁，刚刚不小心。哎，小心！
我没事。等等，不用不用，就这点程度还要跑医院，也太夸张了。放心，我真的没事。不过，身上的衣服倒是真的糟了样，我先去洗个澡换一身。嗯，马上回来。在看什么呢？哦，是他呀，原来被我塞到那里了。你对他感兴趣？干干嘛啊？等等，不用检查了吧？我刚刚自己在浴室里看过了，背上除了有点红，什么都没有。唉，难道我在你眼前就这么没信誉吗？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种程度，就算不管他，过2天自己也就好了，没必要去医院。唉，看来下次我要在你这里多争取一点信誉度了。其实换个思路想想，还是挺划算的。你想啊，本来魔猎厨房的英雄勋章，要到最终胜利才能拿到。这下我还没赢，身上就有英雄勋章了，是不是挺划算的？这个是……没，只是有点痒，你可以再用力一点。有点凉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你看，厨房那边还没打扫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好，好吧。
算是实验吧，是用微生物做画笔，在培养皿上画各种图案的创意赛。用含有微生物的，营养液，在培养皿上画画，让它们长成自己想要的图形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就是调配营养液和控制微生物的生长。没有没有，就是你刚刚碰到的地方，我有点不适应，才会。没事，你不用停下来。喂，我是。请问是哪位？你好，我是魔力厨房的美食 Vlog 活动企划官。现在我需要对参赛者的信息进行核查，夏先生方便回答几个问题吗？哦，好，你问。没，刚刚信号不好，有点干扰。对，是的，我们是2人组合参赛。好啊，你故意在我背后使坏，才不信。刚刚差点就在电话里露馅了。我现在要严肃提出抗议，这对本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得索赔精神损失费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你自己想。感觉还不够。这才叫赔偿。好，我来挂绳子。亲爱的，快把道具递给我。没问题，我的实力你还不相信吗？只要某人不在我背后使坏，我保证完美完成任务。
不会的，今天晴天，阳光强烈，我算过了，按照现在这个照射角度，我们晾在这个位置，哪怕再厚实一点也能晒干。说对了，还真有。这是我的独家秘诀，可不能轻易透露。就算要透露，那也是有条件的，起码也要像在游戏里一样，达成魔厨堡垒对战满分成就才行。现实里嘛，我得再考虑考虑。偷袭犯规？哪有？我可是每次都提醒你的啊。哼，这次算我大意，下一局正式开始，可没有这么容易了。哎，我没输，我只是让你赢了。行吧，行吧，我听你说。好吧，我说，我的秘诀就是热力学方程。按照目前太阳的光照强度，结合今天的温度和湿度后，用热力学方程估算一下，差不多就能得到结果。巧了，说起来，我知道这个方法，还多亏了你翻到的那块奖牌。培育微生物需要合适的湿度和温度，所以在创意赛开始前就做了不少准备工作。哎，你说，还原海陆巨无霸的过程，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？对，既然现实中没办法完全还原出游戏里制作美食的步骤，那还不如放弃原来的计划，把我们要做的事拆解成一个可实行的科学实验。其实从看到你翻出的那个奖牌开始，我就想过这件事。刚才跟你说到热力学方程的时候，这种想法好像又清晰了点儿。我有信心取得我们的胜利，但是，亲爱的，在挑战之前，我需要和你借一点勇气。
橄榄油、洋葱、欧芹、红辣椒。配料都齐了。扇贝和虾备货充足，牛排也多买了3块，至少能保证5次试错机会。拆解步骤就是为我们的实验打地基，我当然得想得仔细一点。而且这样，等下也方便我们一起核对嘛。酱汁配方怎么办？但这样一来，工作量就……好，开始吧，亲爱的。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一次严酷的挑战哦。第34版，34版酱汁太酸，淘汰。35版减少半个柠檬换成番茄汁，加上香草籽和烤蘑菇酱。但它的颜色跟图片里不太像，不够红。什么东西能煮出天然的红色？哦，什么？这不是我们在生鲜超市凑单买的红萝卜吗？好啊，快试试。这真是我做过最难的实验。颜色是像了，不过它的口感好像还是会有点儿……好啊，我来整理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放心吧，这次实验虽然做起来麻烦，但综合体验来说，比之前在实验室里独自做研究的时候要好太多了。怎么说呢？本来已经快忘记了，但看到那块奖牌就想起来了。那段时间还挺孤独的。那次比赛需要独立完成，所以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个人。一个人摸索培育方法，一个人观察实验结果。就算忙到半夜犯困都不敢睡太久，就怕出问题。
其实我当时就想着，要是你在就好了。有你在，说不定我就能顺利把实验做完，不会老是出错。现在，这个愿望总算成真了。当然了，你是我的胜利女神。好了，累了就睡一会儿吧，剩下的资料快整理好了。睡吧，有你陪着，就已经足够好了。啊，你，冤枉啊！是你靠过来的时候，我刚好醒了，就忍不住想稍微配合你一下。那可太难了，没一点好的奖励机制，很难做到的。行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还得先收拾一下。根据昨天晚上整理的酱汁调配方法，我在第42版酱汁的基础上做了点改进。你尝尝。那就好，我还把配料和主料使用克数和处理步骤都做好了标记，这下流程就更清晰了。写的时候倒没多想，就是觉得基于之前失败的情况，前期还是想尽可能再详细一点。能做的准备都做好了，不过它毕竟跟实验室里的那些实验不一样。就我的手艺而言，我没有信心保证成功率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先搅拌10秒，
让食材充分混合均匀，然后转到大火翻炒5分钟。没事没事，小失误，别慌，情况还在我们的掌控下。是加入1克柠檬胡椒，还有20克菠萝碎。切好了，喏，就在你左手边的小碟子里。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啊，我做准备，你来主导，这才叫分工明确嘛。而且，它是我们2个人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我绝不能让它搞砸。什么？那我们一起把它做到最好。啊，做完了，实验圆满成功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起一个 vlog 标题。巨无霸套餐挑战记录，巨无霸美味还原 vlog。那就战士们的尊严挑战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合适？所以，现在默契的战士们，该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了。笑得这么开心，网友们都说什么了？感想就是，拍完 vlog 的过程实在太波折了，幸好结局没辜负你的期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被叫大厨就有种心虚的感觉，但又有点小激动。更重要的是，看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我也很高兴。心愿。夏夜先生在吗？有你的快递。
一定是奖品到了，走，领奖去。装了个什么呀？这么大！这不是你的心愿吗？应该由你亲手打开它。帮我？报名那天，我看到大数据中心的推送，说你关注了这次比赛，还在参赛详情页面停留了很久。我就以为你对比赛感兴趣，而且你当时还问我想不想参赛，所以……原来，一切的起因居然是个乌龙。是我们太有默契，总是能想到一起去。一起拆了它。是个迷宫锁。看提示，好像只要匣子里的2颗小球同时掉入指定位置，就能打开木匣。就像战士们的尊严挑战一样，需要我们倾力协作。准备好了吗？第一下，先往左。开始进行下一步计划，这一次要往右。就这样保持，稳住。别慌，角度再往右偏一点，让内侧球回到原来的位置。1、2、3，动！我倒是感觉它的造型还不够还原。你忘了，游戏完美结局的最后是……你与我相互依靠，彼此依赖，才能到达我们想要的终点。这才是最还原的结局，对吧？
我们总是很有默契。早上好，是在吃早餐吗？看来我的 morning call 还是掐得挺准的。啊，哦，没接委托，我是在逛家具城。家里的电磁炉不是坏了吗？之前修过几次，但感觉用起来还是有点问题，所以我就想着，干脆来买个新的，顺便再升级下其他厨房设备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买哪种款式好啊？是智能触屏炉还是大功率电陶炉？还有，我打算再换个带抽油烟机功能的厨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当然要问你的意见，这可是最最重要的参考标准。毕竟是咱俩一起用的东西，肯定要选彼此都中意的款式。嗯，这款啊，好的，记下了。还有没有其他想要的？我可以一起买回去，或者等你吃完早餐，有时间能来陪我也。什么？终于说出了实话？我脸上的表情暴露的有这么明显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是故意打电话跟你求助的。一个人逛商场太无聊了，那些厨房用具的款式都长得差不多，好难选。而且，啊，你愿意来解救我？太好了，快来吧，我在商场1楼等你。嗯，注意安全，等会儿见。